师姐们，请回吧。世子，师父命吾等4人护送世子回都城。世子的安危干系重大，不得有丝毫马虎。这一趟我们必定是要跟随的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几位师姐了。请世子放心，吾等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世子当日不弃之恩。师父说过，那日遭袭之事有伤我们清月派声誉，不许再提。是。敢问青师姐，那日驼背的古怪少年，可有音信了？师父已经差人打探，等有了消息，我们一定告知世子。我看他就是个大盗，我们镇派的宝物青羽宝扇就是被他取了，还留了一封信。好了，不许胡说。暗亭引帝恭贺世子殿下生辰，特令吾等献上寿礼，送世子早登极乐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走吧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原来是暗亭的罗刹们到了，难怪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这里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不宜见血。别怕，是我。没事，几个罗刹而已，根本伤不了我。本来想处理得更干净一些，没想到还是搞出了这样的场面。清月宝扇，你可知这是清月派的镇派之宝吗？你更知道本世子是清月派的弟子吧？你盗此物，我应该杀了你。这不是盗，是取。我保住了清月派的弟子，还助拳退敌，这是我应得的报酬。亏我还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原来早就两清了。这扇子是个奇兵，但也抵不了你的事儿。我这不主动上门来讨了吗？暗亭引帝见过世子大人。想不到引帝大人竟然亲自登门了，看样子阁下今日一定要取走本世子的性命了吧？怕是这位小友是要舍命护世子大人了。哼，也罢，黄泉路上一起相伴，世子大人也不孤寂。
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你伤得不轻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要想伤他，先过我的尸骨。痴儿啊，为一女子失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当真是与他一般无二啊！快！今日我不杀他，随我来。世子，没事吧？放箭！不可放箭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成儿，你可知那人是暗亭隐帝？他是来杀你的。母亲可知还有一个沈夜吗？他为救孩儿，险些丧命。出手，今日便决出生死。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对吗？当世花魁，余怀。出落的这般人才，你父亲泉下有知，也是欣慰的。说起来，我父亲当年身首异处，还是拜你所赐。这笔账，今天该还一下了吧？此刻与我一战，你有几分胜算？你自幼习武，9岁便入了杀手组织君子堂，那儿的传承之道就像养蛊，同辈需自相残杀方可精进。你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成了第7代的头目。你分化了君子堂的4位长老后分而兼之，君子堂100年基业被你毁了。不过君子堂的手段令人憎恶，除掉也是好事。后来你入了落霞山庄、药王谷、清月派，或偷或盗，总算是学了这一身的本事。你倒是挺了解我。你以为你有与我一战的把握吗？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走吧，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不是你。有我在，你杀不了他。愚蠢！当年你父亲就是为了一女子，才落得那般下场。你不配提我父亲！果然跟你父亲一样，一身筋骨，天纵奇才。假以时日，你定能胜我。废话真多。待到花魁决赛那日，咱们擂台上见吧。此药可助你恢复，亦可增进功力。沈夜，
回到此时，神爷祝世子殿下生辰快乐，平安喜乐。神爷，神爷，神爷。吃饭了，你饿了？让红渊给你弄点吃的吧。你也2天没吃东西了，要吃一起吃。我没有胃口，你的伤才刚刚好，你快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你也知道我的伤才刚刚痊愈啊，那就拜托你行行好，跟我一块回去歇着吧。你要是在这儿待着，我就在这儿陪着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那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要在这儿。到底还是他重要。不过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你和沈夜居然有这么有趣的缘分。确实是有趣的缘分，打死你，我也想不到的缘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是你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可不能见色忘义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打死3小姐？醒了就好，你快点躺下休息吧。着急见你，她也躺不下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也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。我也有许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就看看，不说话。我走，我走。我知道缘分这东西非常奇妙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克制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，注意。你兄长醒了，但他现在没空搭理你，世子没空理我。要不咱俩聊个天？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舒，单名一个程字，京都人士，祖籍江州，家中独女，文从当朝大学士苏乞，武从清月派掌门清学院。舒家是大楚世家。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沈夜，父亲早亡，母亲不认我。身上的本事，一半是家中留下的古籍，另一半是偷学而来。谢过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
还有我生辰那天，谢谢你，终于来到我面前。自那天伊始，我就一直记挂着你。我当日就说过，我会有上门讨还的那一天。其实我并不纨绔，我也不喜欢胡混，只因叔家势大，我越求上进，皇上便越不得安心。母亲让我学着胡闹，也是为了自保平安吧。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那样的人啊！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开始便知道。那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，尽可说。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好傻，危难之中还能出手相救。可从那天起，我便忘不了你。所以，你来找我了，对吗？我已入重天之境，就不要再妄想了。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日我便知道，你身份一定尊贵。沈烨乃一介草民，能否飞上枝头变凤凰，那就得看世子殿下的了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这件事。这可是我们世子第一次行动啊！请问三小姐，我的天哪，你居然会说话呀！你这个人冷得不像人样，我还以为你是个雕塑。你心头之上可否也有一人？他可能是心头所想，也可能是心中愧疚，或者是一个梦魇，担心那人化作厉鬼寻你索命。他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同你一般大了。拜见世子。全儿，我们走吧。天冷，莫要着凉。兄长可是说了伤人的话？没想到你这木头也会察言观色。那余淮的本事很大。一到重天之境，我不是对手。日月同辉，也只有一丝同归于尽的可能。原本
以为只是一场苦战，自己还能有机会与他在一起。可现如今，不能换跟他在一起，也只能换他活着了。与其让他有了情愫之后再尝失去之苦，不如让他以为我就是一个势利的小人，讨厌我，怨恨我，然后忘了我。可如此一来，兄长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就全都不知道了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活得踏实一点就够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该走了。成儿，你知道之前我得知要做你伴读的时候怎么想的吗？我慕容婉清终于要出人头地了，做你第一世子的伴读，以后飞黄腾达就靠你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要为你挨打也就算了，我这身子还没好利索呢，陪你守着他守了2天2夜都没有闭眼。好吧，偷着睡了那么点儿，但是现在连口踏实饭都吃不上。你吃你的，我不管你。好了，你不吃啊？那我也不吃，我不。奇怪，这2日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这些也都是我平日里爱吃的，可我现在怎么就是食不下咽，如同嚼蜡呢？还有别的感觉吗？胸口有些闷，呼吸之间略有痛楚。这种感觉叫做心痛啊！定是有人负了你，伤了你才会这样的。你懂？有过类似吧？想哭吗？啊，那更糟。怎么办啊？喝酒喽！世子殿下，沈烨与沈从2位公子已经离府了，说是凤楼的生意耽误不得，还请世子为他争花魁的事情多多帮衬。这个负心薄幸、眼里只有利益的家伙，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何必还要骂？可是他伤了你的心啊，让你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算了，我们不管他了，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再理他了，啊！喝酒吧，来，干杯！红颜，倒酒。是。兄长几十遍的，
如世俗男子一般，喜欢借酒消愁了。这都快1个时辰了，属实无聊。我们在这儿看着兄长借酒消愁1个时辰，我们岂不是更无聊？是好事。兄长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表示着牵挂，可以安心的和我们一起赴死了。他真决定去死啊？那真是一件好事，值得庆祝。我们要不喝点小酒庆祝一下？你找的这些人靠得住吗？这些人可是赌坊打手、镖局师傅，还有黑市护院，对付这些欢楼的小官们肯定没问题。也是，他们几个当中，好像也就沈烨会点功夫，而且他现在还受伤了，根本没什么可怕的。等一下，你们进去之后，只管打字，逮着那个沈烨就给我扇他100个耳光。是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为何要下如此黑手？谁跟他是朋友？他伤害了我的朋友，就该打。上。哇，这寒夜冷酒的，滋味真不好受。想来兄长应该挺不开心的吧？你是想告诉我，有人闯进来了？哎，这酒喝得浑身寒了，正好松松筋骨，出汗暖身。走。够了，果然靠得住。那我们也进去吧。走。小宝还是先走了。好主意，走。不想死就让他。要不，你帮我翻过去。还给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所以才要送你去死。那你先把那个给我。此为何物？与你无关。你不说，我便毁了此物。且慢，求求你，手下留情。此物乃一个人的生辰八字，并非珍宝，于你而言毫无用处。何人生辰？这是我要娶过门的夫君，以大楚风俗，我们要交换彼此生辰。何时娶她过门？他已经死了。啊！
沈从，兄长命你回去，别跟慕容小姐开玩笑了，别吓着她。慕容小姐，请。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怎么睡成这样？我昨天晚上还不是为了……算了，你来多久了？不久，半个时辰而已。看你睡得这么熟，没忍心叫你。不过你磨牙声这么大，真的不会吵醒自己吗？不是，成，你这个行为着实是有点吓人了，像守灵，对吗？以后你死的时候，我就这样给你守着，好不好？别！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去买东西。买东西？那我跟你去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个时候，购物最能让人放弃烦恼。走。平日出行我不会扰民进物，但今日我想静一静。本来这静一静应该是在府中不出门，但是逛街呢又能让人心情大好，这两件事情本来是矛盾的，但你却将它们实现了完美统一。总归是要找点事情做。你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是为了那个沈烨？不会猜就别瞎猜。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有些与众不同，你为他心烦意乱也属平常。没事啊，我陪着你。这心烦意乱的时候呢，就该逛逛街，散散心。我并不烦，也不乱，我清醒得很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你就别逞强了。我们开始吧，从哪儿逛起？我也买个东西送你。不是已经逛完了吗？超，这逛街不是走走路，这是得花钱的，真金白银的花钱。全都要了。是啊，我已经花钱了。世子大人就选这些吗？是。你是怎么花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买空铺子里的东西就行了，不用真的进去吧？世子大人，店铺里的东西宜命人全部买下，铺子是否也要买下？一并买下吧。是。对了，你刚刚说要送我些东西。送不起，送不起。那我们回去吧，还有好些事情需要你帮忙呢。你这花钱的方式还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你不会买了都不要了吧？你要是不要的话，可以扔给我，我要。为什么要扔啊？这些东西自有它的去处。这些是衣物，那边是玉器摆件，还有饰物。这箱子里头放的是靴子，这儿还有文房之物和厨房用具，光是厨房里头的锅就有20口。冰山一角，冰山一角，还有几百匹布料和被褥都在后院呢。这是买空了所有店铺吗？不止，据说还有地契租约账本，一会儿也要送过来。不光买空了店铺，还把店面也给买下来了。
说是送给兄长的。这地方可能不够用吧？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哎，你们说那个憨世子，世子大人是不是没明白兄长的意思呀？我们是要真花魁的，不是开杂货店吧？要不要再跟他说一下？楼主，红楼楼主萧红雨和绿楼楼主花香子到了。哦，还敢上门找打，正好可以出口恶气。二位楼主，这又是要来砸场子了？不敢，吾等草芥，岂敢再为难沈楼主啊？现在凤楼的规矩又变了，与我说话都是要收费的。是，我们快些说，说完马上就走。沈楼主，您看啊，这是我们2座欢楼的匾上红绸，给您送过来了。你们可知道摘了红绸再送回来，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个自然是知道的。那个从此以后，我们2座欢楼就再也不敢跟凤楼作对了。这个至于花魁之事，我们就不参与了。对，不参与了。是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慢着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哎呦，不了，沈楼主这，凤楼高门显贵，我等消费不起。告辞。快走。你来做什么？礼物收到了，谢谢世子。这就是你来的目的？你想见我，我便来了。我只是送了些东西给你，不足以说明我想见你。今夜之后，就别再插手我的事情了。你想做那个花魁，我就让你做。今夜之后，你我两清，花魁之事与你无关，你我之间别再无瓜葛。让你达成心愿是我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你等来的是一个如此势利的小人，你难道不会生气吗？我是气是恼，也与你无关。你怎么这么倔呢？若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你这样会吃很多亏的。还是与你无关。见过母亲大人。听闻你近几日又做出一些壮举啊！最近孩儿做的事着实是多了一些，不知母亲说的是哪一件啊？收了一座欢楼，用钱或胁迫人家不许参加花魁大赛，这事儿啊，都惊动了京兆尹和礼部了。今日礼部尚书穆冉让我劝劝你，这花魁大赛乃是咱们大楚的盛事，你一个第一世子下去搅和，让他很难做。况且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，难不成你想在欢楼这里统一江湖吗？哼，好大的出息呀！已然惊动了礼部，
那很好啊，这不刚好趁了您的心意了吗？随我走走。孩儿与婉清还有约，你还想让他挨打是不是？嗯？孩儿遵命。臣莫要惊动了鱼儿。有什么事不能在朝会上说，非要追到内院来？事关花魁大赛和世子书城。他还真搅进来了。孩儿失礼。瞧瞧你，神不守舍的，怎么，心思都跑到那个沈烨身上去了？可以了。孩儿不知母亲是何意。娘的意思是啊，别再胡闹了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，入六部修习也好，行走于中书省也好，都随你。但是，不要再参与花魁的事，也不要再理那个沈烨了。母亲，孩儿做事向来有始有终。你是说，书城做了那么多事，都是为了那个叫沈烨的人？正是。微臣以为，本届花魁大赛是我大楚3年1度的盛事，若是由世子这般行事，恐怕本届会十分的寡淡，未免让陛下扫兴。这件事你不用再插手了，也不用想着去管那位世子，你也管不了。有始有终固然是可贵的品质，但是不要用在这件事情上。毕竟陛下还是很看重花魁大赛的。不过就是一届花魁大赛，即便我用些手段为他赢个花魁的名头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遭人诟病。只要他得意，我便承受得起。你还小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这样，你想胡闹也好，你想继续装作纨绔也可以，娘都依你。但这件事，不行。为何？咱们舒家现在还是第一世家，凭的就是这份我对危险的直觉。这个沈烨不简单。若是娘现在还没法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会听娘的话吗？孩儿不明白，但孩儿会遵母命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所以你不会听娘的话。你说说看，这场大赛的得主是余淮，还是沈烨？此2人皆是极品佳人，看样子难分上下。老奴不敢妄猜，免得被陛下笑话。朕还未登基的时候啊，总以为只要坐上皇位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但后来才知道，很多事不方便做，只能静候时机。就比如这余淮，还只能用沈烨来对付他，只有他才能引得余淮露面。可将来，沈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余淮呢？若真到了要处理沈烨的时候，
朕能下得去手吗？陛下息怒。不怒不怒，等下次见到沈烨的时候，朕定要问问他，抢了朕的烟火，玩得开不开心呀？巡一尾最大的鱼，烹好了，给书城送过去。这池中之鱼，皆是陛下饲养多年，陛下不心疼吗？心疼归心疼，不过总要感谢书城为朕安排的沈烨和余淮的这场对决呀。哦，带话给舒柔，就说朕会感激成儿的。是。主人，沈公子的赛程就在这里。不必了，他自有能耐，再加上那位世子这么一折腾，再没有人能对他构成任何危险。所以，他将会是主人最终的对手。未必啊。主人，慕容家的三小姐往月楼帝国拜帖，说世子要约见大人，地点在城外的七里坡，时间是……莫不是在决赛当天？正是。哼，沈烨骗他说，一心只想夺花魁，对他并无情意。这个憨世子，还一心一意地为他谋事，确实可爱。我都要不忍心杀他了。回信过去，我会准时赴约，也请世子大人千万不要爽约。否则，我一定会在武力的对决上杀掉沈烨。是。兄长，大事可成，相信我很快就能来见您了。拜见家主。可问出来了？慕容小姐十分配合，世子确实约了余淮，地点在城外七里坡。传我的令，子夜过后，将世子和慕容婉清带往湖心楼，这段日子就住在那里。花魁大赛之后方可离开，派一些可靠的人照料，不许他离楼半步。也不能透露任何消息。是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若是他敢偷跑出去，我会杀掉所有伺候他的人，包括慕容婉清和你。遵命。兄长今日一品，绝佳。你们也都不错。死得体面一些吧。恭喜兄长，顺利晋级花魁决赛。这有什么好道贺的？那几场比赛赢得如此乏味。难道兄长还真的在乎过程吗？劳烦兄长打起精神来，我们都希望看着兄长拿下花魁之位再死。那至少我死的时候有花魁之名。你们呢？我们死得与有荣焉啊！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死了还真有点可惜。不过记住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只要能够杀了余淮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立刻给我跑，不许管我。特别是你，如果真能活下来，别再去管慕容家的仇了，好好给我活着。谢兄长养育之恩。
当初养你们就是为了挣钱，没想到一个个胃口那么大，害我赔了那么多的钱。这下好了，省钱了。对了，有世子消息吗？恐怕今日他是不会来了。不来也好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他。走吧。禀报兄长，大事已定，大皇女魏云兰已经打进了皇宫。三皇女呢？三皇女率亲卫力战大皇女于宫门，力竭而不退，被世家子弟疏柔当场斩杀，使大皇女受的益。为了那个位置，她真是一点情分都不顾了，连自己的亲姐妹都要斩草除根。兄长，安婷是否要效忠于大皇女了？你以为呢？兄长说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这皇位本来就是三皇女的，我们安婷要效忠的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。我们此时应该悉数站在宫门外，与反贼殊死一场。可我实在做不出那样的事。他心里也清楚，这就是所谓的有恃无恐吧。参见大殿下。陈淑柔参见吾皇万岁。见过苏启了，他还好吗？大军入城之时，臣已经派人护住了苏家，他没事，而且他还答应为陛下写诏书，并受封内阁大学士。好，有了他和苏家，那天下读书人的口就算是封住了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有微臣在，定全力维系陛下安危。只是，臣心中尚有一丝不安。是安婷吧？朕答应你，事成之后，朕会让安婷消失。谢陛下。接下来就是大开杀戒的时候了，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得死。无论是谁敢伤害兄长，都得先踏过我的尸首。你不能死，我要你亲手取我的性命。兄长，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守望着一片清明，除奸佞，治权臣，乃至监视皇上，这都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，无论魏云兰还是舒柔，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想要除掉安婷。可我们不能让安婷就这样亡了。兄长，
他一定会用我们的孩子来威胁我。我只有死了，他才会记得我的好，从而放过那个小生命了。我将你隐匿得很好，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更不知道我们的情分。所以，你要第一个对我动手，顺势成为魏云兰信任的人，这样我在乎的人就能活下去。一旦安婷保住，或许世人还有知道真相的那一天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罪或许就赎清了。今日是花魁决赛之日吧？世子三思，舒大人说，花魁大赛之后，世子方可离开，否则吾等性命不保。我不离开，就让他好好比赛吧。反正我已经尽力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今日过后，我们便再无瓜葛。世子，于先生到了，请先生进来。是。于怀，见过世子殿下。原本约在七里坡见你，因为有些特殊缘由改到了这儿，实在是抱歉。舒大人不让世子离开，世子就让我过来，如此既不会违背他的意思，也没有连累身边的人。世子真是聪慧啊！你怎会知晓得如此清楚？不说也无妨，我不是好奇的人。按约定，你放弃花魁之争，我补偿你。这些金子和珍宝，你且拿去。已经过了些时辰了，其实，世子大可以赖账的。我竟一点儿也没想到。但你既然信于我，我也不好失信于人。世子这番心思，是为了那个沈烨吗？他想当那个花魁，他得到他想要的，我便开心。在下实在不知，世子有何开心啊？拿上你的东西，可以走了。不着急，有一些沈烨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世子。他其实并不想要那个花魁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杀了在下。他也不是不喜欢世子，他只是担心没有胜算，死了会让你伤心，所以故意气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在下只想让世子死得明白一些。本世子向来不是灵光的人，容我想一下。他想杀掉你，而你想杀我。他有想杀的人，但没有人想杀他。有人想杀我，但是我又没有想要杀的人。本世子可是吃亏了。世子还真是清奇，你的这份亏欠，来世再偿吧。不必。来人啊！那些人应该已经被处理掉了。三小姐，超，你快跑！安亭引帝，
见过世子殿下。暗亭影帝和花魁，竟然是同一个人，有意思。世子不觉得惊讶吗？我在想，沈烨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知道你一直在刺杀我？知道。那么他想杀你，是在保护我？或许也有这些原因吧。那可以，总比没有好一些。我有胜算吗？总要试一试。傻孩子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可是得了那个花魁？无人应战，想来是得了，但我着急赶来，也不知详情。那便是得了，也不忘我的安排。你自作主张的这件事情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至于阁下，兄长，带他走。要走一起走。今日之事是我跟余淮的恩怨，救你并非我本意，你不必记在心上。你休想再骗我！你们快带他走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兄长了。走，走，把他给我留下。还是先了结你我之间的恩怨吧。糊涂，你误了大事啊！废话真多。学会了日月同辉这门邪功啊！我就喜欢这名字，它也能让我短时间内到达抽天之境。你可知它会让你气血逆行？你快点停下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今日，我们就一同去见沈娟吧。兄长，兄长！沈烨，成！兄长，你放开我！不要过去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兄长，兄长！放开我，成！放开我！
世子，三小姐，派人下去学水印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找蝶灵画了栓子，啊！我就在这儿等他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生浮华不过是一纸流沙，情深折在油纸伞下，咫尺天涯斩不断那一缕月光，你身旁是我到不了的远方。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，可真是好看。走过几段芳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我记得少年白衣策马，摘下四月海棠，点缀我眉间红妆。从此甘愿与你共赴这生死一场。斜阳落尽眼眶，笑饮半壶新茶，并肩看花灯初上。纵然这故事跌宕，有你便是疯狂。前日打的那位万二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好意。她那么急着去见你，我就想着送她去见你，这才出的手。你的衣裳倒也是别致嘛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也是个蛮有品味的人。怎么，本世子穿着你的衣服，有没有让你耳目一新呢？这火秀舞也是看你们舞了几次。今夏上台，我为你凤楼争争颜面，如何？世子这一出马，京城的舞者都是黯然失色。贫嘴！来人啊！见过世子。去问问今日来凤楼的宾客，若是本世子亲自登台献艺，他们会怎么打赏？原话传下去。是。你究竟是谁啊？你来我身边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沈从，你要干嘛？喂，你要干嘛？你看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恐怕也是占不了你便宜的。而且你兄长刚去，你这样过来现身不太好吧？我虽然没说不太好，但是我不是那么随意的人。我兄长这笔账，我也会记在你的头上。你发什么疯？这件事和树都送不到我头上了。我真该一早就把你给杀了。你放开我！你要杀便杀，不要折磨我，我怕疼。一心求死吗？偏不让你死得这么痛快，我会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吃尽苦头。不好了，三小姐，四小姐来抓你了！你干嘛？松开！三小姐，外面来了一群官兵，口口声声说要拿了三小姐问罪呢。你是来救我的？我没打算让你死在别人手里。这份情，在下承了。我虽愚笨，但还是知道余淮之事事关重大。既然被牵扯进来，我就更不能走了。这一走，必将连累慕容一门。看不出来是要拿你顶罪吗？就算让我顶了数成的罪，我也乐意。你快走吧，就算你强行将我带走，我也有100种方式了结了我自己。啊，三小姐，
没事吧，三小姐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晨儿拜见母亲大人。沈烨的尸首找到了，湖水暗涌，不知吹到哪儿去了。难过吗？这些日子你可是玩尽兴了。还好。原本希望你收敛性情，保全性命，可没想到你闯出更大的祸。为娘悔矣。余淮的事，让你放荡一阵子，没让你把天捅破。四小姐，滚开！这么晚了，四妹妹何故闯我房间？有什么事儿，明日再说不行吗？明日再说。我奉母亲大人之令，今日立即将你拿下，交给大理寺。哦，对了，我母亲说了，你那位世子大人这次恐怕也自身难保了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你赢了，彻底赢了。我无话可说。影帝死了，母亲也是很高兴的吧？他是该死，但是不该由你去处置。阴差阳错，倒也帮了朝堂除了这等流毒，也是好事。你想过后果吗？陛下会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。母亲有机会能整顿朝纲，朝堂清明了，晨儿牺牲也是无妨的。这不是咱们舒家该做的事情吗？母亲放心，此事孩儿已有对策。有如此胸怀，母亲甚是欣慰。那你觉得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？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算到我们舒家头上，那不如就把这账放到明面上去算。这样或许陛下还能放我一马。母亲，请将孩儿给绑起来，送到陛下面前请罪。聪明，懂事。来人，在。母亲就这么着急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我态度好一些，也能让舒家免受牵连。那孩儿就祝母亲早日达成所愿。动手。是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。你8岁那年，就是捞了这池子里朕养的金鱼，还给煎了吃了。朕每每想起，都觉得心疼啊。当时微臣年幼，多谢陛下宽宏，未与微臣计较。当年你也是这样被你娘送到朕的面前，朕不但要请你吃饭，还得安抚你，怕吓着了你。吾皇仁慈，微臣感激不尽。但是成儿，你此次所为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针对朕的阴谋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并未知晓内情，这一切都是巧合，并无阴谋之事。你这是在为自己辩解吗？不算。害怕吗？不怕。
那总归有点后悔吧？不悔。此事与我舒家无关，全由微臣嬉闹而起。臣卿死罪，还望陛下息怒。你这是在给朕出难题呀！暗廷朕会得，别人悔不得。这口气真是让朕难以下咽。臣知罪，朕凭处置。不过你这主动请罪也是一种态度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何事？慕容瑜大人今晨绑了三女慕容婉清送到大理寺，并未提及罪名，只说任由圣上处置。这是特意给朕送个人头，让朕消气呀。哎，成儿，这慕容婉清是不是你儿时的伴读啊？求陛下开恩，此事是臣自作主张，与他无关。不为自己求情，却为他人求情，这说明朕杀得对呀。那就杀了吧，现在就办。是，陛下，慕容婉清所行之事，与他慕容一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这真是个拖延的好办法呀！处理世家当然要比处理一个人要麻烦得多了，朕才不上你的当。陛下，慕容家把慕容婉清送过来，就是在求自保。您若是乖乖就范，只处置他一人，您威严何在？在众世家眼中，您又如何自处呢？传朕旨意，让大理寺拿下慕容一门。至于罪名，随便下一个。遵旨。至于你，就在宫中多住几日，陪陪朕，直到朕想到怎么处置你再说。你们两个快点啊！只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。之前要救我，现在又来看我，玄宗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呢。本小姐心里有别人了，你对我再好，我也不会动心的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快走吧，本小姐这次是逃不掉了，别再拖累你了。三小姐说的，可是那位死人吗？不重要，或许我很快就能见到她。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与你何干？他为何会死呢？那就更与你无关了。想必也是被你连累了吧？当年礼部兰大人惹恼了皇帝，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兰家幼子兰心，便是与三小姐定过亲的人吧？倒也不难查。可为何慕容家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构陷兰家？兰家能有那般下场，慕容家居功至伟啊！想必正是因为结过亲，才更怕被连累，更要拼命的撕咬。你说的没错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有人要我的命，你来助我的心，也罢，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，我没关系。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不跟着下去赔罪？因为你根本不觉得慕容家做错了，
相反，你觉得慕容家做的是对的，蓝家人都该死，蓝心也该死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有我的苦衷，犯不上同你讲。你以慕容家为荣，你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可如今是慕容家把三小姐送到这里，不讲半点情分，弃如敝履。沈从看到三小姐这般无依无靠、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才是感到欣慰的。原本三小姐可以不必受刑，可是慕容家使了银子，嘱咐大理寺的人一定要尽快的让三小姐死在这里。原来最想让你死的人是你的家里人啊！说我能有一人性命，换取全族平安，也算是一点补偿。三小姐有心了，只可惜这慕容一门都已经悉数下狱，这祸害家门的名声，三小姐怕是要永远担着了。看到此时你的下场，沈从畅快了许多。沈从，烦请你设法见到世子，告知他，切勿伤害慕容家任何一人，就看在我与你兄长有些交情的份上，等我到了下面，一定给他当牛做马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会就让你这么死的。成儿一直在闹别扭，这2日已经开始不吃饭了。他知道陛下会顾及舒家的感受，所以以此来要挟，干脆饿死他好了。你是在提醒朕当年的事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真心的气愤。朕信你的忠心，不过，成儿可是你亲生的女儿。说话也不要那么重。他惹恼了陛下，那就全由陛下处置，我就当没生过这孩子。唉，成儿既是你的女儿，那就是朕的女儿。你狠得下心，朕还狠不下心呢。不过，既然朕把她当成女儿，那除了疼爱，还是要多加管教的。谢陛下宽厚。日后我定当好好管教这个不孝之子。这孩子有些顽劣，也该收收性子了。他年纪也到了，不如朕给他说门亲事，如何？也望他在成年之后能有所成长。陛下，这孩子心性尚未成熟，恐辜负了陛下的好意。此时应该严加管教，而不是赐一道恩宠。这赐婚的事，怕是要拖一拖了。哦，不与成儿商量一下？成儿的心思我懂，他这直来直去的性子，我怕又触怒了陛下。这孩子城府深，
心思正。这朝中上下哪家的心思不在攀附上？他有所抗拒，朕懂。谢陛下体谅。哎，朕心中倒有一绝佳人选，想与你商议一下。还记得苏启有个独子吗？可见过？记得，苏家的苏荣清公子。苏家家教比较严格，许久之前曾隔纱见过身影。此子风评尚可，虽未见过真容，可听说这位公子字画双绝，都说他的墨宝和丹青是可以流传于世的。那将这位苏公子许给成儿，如何？还请母亲大人恕罪，荣亲现在不便下床行礼。不用，你好好歇着，务必把身子养好。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你和恕成婚约的事，陛下已经同意了。多谢母亲大人。孩子，你以为如何？事情答应的太过轻巧，只怕是留有后手。是啊，他的承诺通常都以血肉来交换，你以后的路将是一番千难万险的景象，一定要小心一些。多谢母亲大人提点。你好生调养，我先出去了。母亲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孩儿很是高兴。回来就好，为娘担心死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兄长，请用药。